破晓之前，温馨该和解。是与黑暗诀别，恶语梦魇，伪装性冠冕。血泪炎炎切切，掌心化蝶，逆风中有夜。势如破竹红叶，行侠仗剑，为生命极限。哪怕遍体鳞伤，遍体谎言。脚下有晴天，大浪淘尽残篇，条条通明天，谁敢拦截？天大地大你我都难料，来时如风，退时如潮，何不生死中逍遥，与天下过招，才不枉走这一趟。手中拔剑出鞘，如笔挥毫，化生是天骄。之处把我燃烧，只为今朝。天大地大你我都难料，来时如风，退时如潮，何不生死中逍遥，与天下过招，才不枉走这一趟。手中拔剑出鞘，年房有意化无意，大象即无形。有意化无意，大象即无形。事做完了，走了。大爷，我要回去睡觉啦。豆鹏，怎么了？燕府一次损失这么多剑气，会不会有事？哎呀，大爷，我说了，此法可行，但是极为凶险。他损耗剑气过多，可能会有性命之虞。总之，你要看好这傻小子。你既然知道极为凶险，你为何要告诉他这个方法？他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，我饶不了你。哎呀，知道了。
叶亚希，对不起，我知道是我自己趁人之危，占据了你的身体，但是无论如何，我都要救暮云出炼妖火。你熬粥给他喝，是在替燕凤谢谢他吧？我只是敬佩他舍生取义的勇气罢了。你替我把这碗粥拿给叶亚希。哎，等一下，你又来了。你熬粥给他喝呢是好心，可你为什么老藏着掖着呢？这样让别人对自己造成误会，有什么好处呢？我无所谓别人对我的看法。既然无所谓，那为什么还让我替你去呢？特维说你这几日得吃些清淡的。段梦听说后，还专门给你熬了粥。叶亚希，你不要不识好歹。对不起，我感觉有点怪怪的。这弩怎么这么厉害？并非是他厉害，而是你的手臂。你的手臂是剑气所塑，故而你可以借由此臂依附弓箭施展剑气，有意化无意，大象化无形。若你能善用此臂，定能让你剑族威力倍增。燕峰，谢谢！有了这个手臂，以后再也不怕铜雀他们了。你为了给强无速臂，才会元气大伤，损耗了太多剑气。短时间内都不可以再使用剑气，以后切记，不可以再意气用事，随便乱用剑气，否则你会性命不保。
强武是我兄弟，为了他牺牲性命都可以，何况区区剑气呢？恭喜你，强武！燕芳，我现在可以用剑气代替剑族，从此再也不怕打仗的时候没剑可使了。谢谢。寻遍了炼妖谷，也未见白衣踪影。时有8九，他也掉入了灵魂漩涡。两股剑气同其灵智，一只不存，另一只也会一并消散，只剩下轩辕合并的任务了。之前在龟岭山道，白衣似乎对叶亚希多番留情。这丫头宅心仁厚，莫不是想救白衣？怎么会这样？叶亚希明明是这样运功的。小丫头拿了姐姐的炼妖壶，难道是要救暮云？不行，我得快点。暮云还在炼妖壶里面，那就让我来助你一臂之力。暮云怎么会跟我在一起？不对，那不是我。你快醒过来吧，这是幻觉。醒醒啊，暮云！如果沉醉在幻想里，你就醒不过来了。黄爱，你看到叶雅熙了吗？没有啊。
此乃心魔，唯有攻克，方能出关。怎么会有死？我这是在哪？暮雨，你以后千万不能再抛下我了。你知道之前我一个人在这儿有多害怕吗？蓝烟，蓝烟，蓝烟！暮雨，你快醒过来吧！蓝音曾和我约定，无论将来发生什么事，无论我知不知道，无论我感受不感受得到，她都会永远陪着我。所以，你不是他。你逃得出炼妖湖，逃不出我端盟之手。这白衣狗贼已经被恒爱收进了他的炼妖湖，怎么又跑出来了？我也想知道。恒爱，炼妖湖可是你的，你说这是为了什么？况且炼妖湖是你随身携带的宝贝，自己的宝贝不见了，难道你会不知道吗？世君，其实我也觉得奇怪，可能是我入定的时候被人偷走了。世君，此人杀我姚汉士兵无数，恳求使君就地处决，杀一杀萧月的气焰。请使君就地处决。刽子手，等一下，恒爱，你还有什么疑义吗？此人剑气了得，若杀了他，可能反被剑气所噬。难道你想保他的狗命？当然不是。之前我们助燕逢冲破鬼神之塔，大费周折，可是此人却可以自己跑出来，可见剑气深不可测。我们万不可以掉以轻心。恒爱，你认为还有什么更稳妥的办法？世君，现在燕逢也有剑气，若杀他，由燕逢动手，我保证万无一失。使君，燕逢，你来的正是时候。我现在命令你，马上斩杀白衣这个妖人。此人杀不。耶亚西是苍梧族良使，不仅对幽山战役至关重要，更关系到姚汉和苍梧族的世代交好。如果他当真被铜雀掳走，我们必须把他救回来。可是这铜雀
向来行踪飘忽不定，我们又该怎么营救他呢？严峰，你有什么想法？换人。换人？子怡既然会派赤仪前来营救白衣，就说明白衣这个义弟在子怡的心目中是有一定地位的。如今白衣在我们的手上，想要救回叶雅熙，就只能拿他交换。可是这叶雅熙善种粮之术，那是兵家必争啊！子怡真的肯拿他来换吗？就算是子怡肯，那宇文仪又怎么会肯呢？凡事事在人为，我们必须试一试。即使没有苍梧族的关系，单凭叶雅熙为我姚汉种粮，恩重如山，无论付出什么代价，我们也要把他救回。严峰，此事就交给你全权处理。属下领命。你是谁啊？九幽，不过更多人称我为青衣尊者。你是铜雀？那我怎么会在这儿？小姑娘，睡醒了？你又是谁？我是帮你救情郎的人。你胡说什么呢？别再装了，我可是看见了，你为了救暮云，偷走了恒爱的炼妖壶，还用连体术将他从湖中救了出来。我？你说的是我啊，救了暮云，还偷走了什么恒爱的炼妖壶？不可能，你一定在胡说八道。既来之则安之。怎么害羞了？庆儿，你以为天下女子皆像你一样，不知羞耻为何物吗？哼，为情而痴，何须羞耻？我到底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？之前明明在姚汉的军营里睡觉啊，他们说的话我都听不明白。要怎么样才能从这里出去呢？叶雅熙，对不起，我不能让你知道我的存在，否则我就连一个藏身之地也没有了。你放心，我为救暮云，已强行控制你太长时间，现在残尸受损，就算我有心在控制你，也无能为力了。既然到了幽山城，却只敢相约城外。尊者倒是刚从我姚汉军营走了一回，还顺便带走了我姚汉的一个客人。叶雅熙的确在我手上，白衣也在我军营中。你想怎么样？换人。怎么换？两国边境同时放人。哼，你当我是3岁小孩吗？你们飞羽向来擅长机关阵法，要是你们使诈，我岂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？到时候我该如何向君尊交代？那你想怎么样？幽山城外20里有个葫芦村，地处两国交界处，一半隶属萧月，一半隶属姚汉，在那儿换人最为公平。好，
明日午时，准时换人。君尊，都督怎么也有雅兴，到这小庭院里来？我听说君尊抓住了那个会种粮食的苍梧族丫头。消息果然灵通啊！这天底下没有什么事情能瞒得过都督。不过，都督亲自到我这里来，难道就是为了确认此事？我还听说，君尊想用他换回白衣尊者。确有此事。君尊维护手下心切，但是君尊别忘了，白衣尊者虽是铜雀的人，但更是萧月的人。两军交战有死伤是很正常的，他即便是死了，也是为国捐躯了。可这苍梧族丫头却是万万放不得，她擅长种粮之术，如果让姚汉得到她，将会如虎添翼。现在既然抓住了，就应该就地处决，岂有放虎归山的道理？但都督可别忘了，暮云并非寻常尊者，他还是本尊的义弟。难道君尊要寻兄弟之私情而不顾国家之大义吗？如果本尊说是，都督是不是要去参本尊一本？幽山之战关系到萧月的存亡，如果君尊执意如此，我自然向皇上如实回禀。悉听尊便吧。不过眼下，耶亚西是本尊抓的，要怎么处置他，只有本尊说了算。幽山城被姚汉围困数月，想必都督有许多事情要处理，本尊就不便挽留，不送。青儿，暮云这次如能成功获救，你功不可没。功不在我，而在秦。秦，若不是那耶亚西为秦所困，从恒爱口中得到了救人的办法，盗取了炼妖壶，把暮云给救了出来，光凭我们铜雀之力，是不能把他救出来的。我只是将计就计。这世间因为一个情字，真是误人呢。你后悔了？有情皆念，无情最苦，何须悔？管事，既然回来了，为何不现身呢？禀君尊，葫芦村已布防完毕，只待明日午时，请君入望。
总算是来了，我还以为他们不管你的死活了呢。燕逢，我知道，你一定会来救我的。严峰，这一路走来，遇见很多伏兵，前方有诈。人我已经带到了，你想怎么交换人质啊？我这个人最讲公平了，咱们同时把他们给放了，让他们自己走过来，如何？放人。这里面肯定有阴谋，端梦和恒爱应该已经布防好了。放人！
绝不能让他死在这儿。撤！别追了！先把暮云带回去。你中毒了，幸好回来得及时，快服下。你没事吧？怎么那么不小心？没事。其他人呢？安全回来了吗？刚刚伏鸟来报，都已经安排撤离了。你放心吧，他们在赶往回来的路上。对不起。只要你不乱跑，老实待在军营里，我们就谢天谢地了。尤兆。怎么？为了救他，我们放了好不容易抓到的白衣，还差点都死在葫芦村，现在连话都不能说了吗？我没有乱跑，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反正我一醒来就已经在铜雀了。你真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？可是我们在后山见过。可我不记得了。你别狡辩了，就是你乱跑惹的事。好了，他固然有错。但他终归是我们姚汉的恩人，你也适可而止，别再说了。尤兆的话固然难听，但他也是为你的安全着想。铜雀不是寻常人，我们救得了你一次，未必次次都会很幸运。可没有就是没有，为什么你们都不相信我？喂，发脾气归发脾气，别再乱跑了。属下失职，未能杀了苍梧族那丫头，还请君尊恕罪。我这就杀去姚汉军营，戴罪立功。之前天时地利人和你都杀不了，现在还逞什么能？木已成舟罢了。管事，属下在。这次葫芦村虽然有失，但是你的设计倒是十分精彩。君尊过奖了，能为君尊分忧，是属下分内之事。你那招借刀杀人，难道也是为本尊着想吗？属下不明白，还请君尊明示。沁儿命你保护好暮云，而你明知道暮云身受重伤，却还让他迎战飞羽，导致伤势加重。是属下失职，请君尊饶命。难道你以为本尊不知道你的想法吗？本尊不管你和暮云有什么过节，那是你们的私事。但我有必要提醒你一句，他是本尊的义弟。若他有什么闪失，管事，我会让你生不如死。
真情会渐终崩塌。思念是无能为力的表达，孤独在眼中倾盆而下，该借谁的手来擦？剪一段时光给你当肩膀，留给我名为回忆的疮疤。遇见你，心如奔腾野马，一步一步难停下。少了你，生命难圆满，多余的温暖，多遗憾，来不及安放对你的勇敢，只怪一生太短暂。有了你，回忆多一半，天长到地久多一段，雨下若心酸，就由我保管，天涯陌路不散，你我不爱不散。